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李幸福。随着中国经济急速恶化，官方媒体不断制造新词，鼓励资金进入股票市场，提振中国经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就曾提出，鼓励投资机构强化逆周期投资策略，进而强化耐心资本的力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促使长期资本成为耐心资本。国有资本要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可惜摩根士丹利却没有和中国官媒保持一致，按照大摩的预测，港股最悲观下调至12000点，相比现在的17400点要跌 30%。 沪深300最悲观下调至2600点，相比现在的3320点要跌 25%。 香港跟大陆股市现在基本上是一对难兄难弟，谁也比谁强不了多少。现在我们股市面临的问题，在外资的眼里来看都是难以想象的。他们认为中国的股市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现在非限售股部分在中国的股市里占的比例很大，不是越减持越少，是越减持越多。每上一个就有 50%， 价格在5、6毛钱的廉价股票就倾倒到市场上来了，就盼着一个好的时机在市场上卖30卖50。所以每上一个企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像最近上市的基本上都是50以上。痛苦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问题，你讲了之后他没有人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外加招行6大行总市值一度超过了创业板13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8月20日 A 股6大银行市值 8.94 万亿，创业板总市值仅 8.92 万亿。A 股指数是从5月21号开始跌，已经连续跌了3个月，流动性趋于枯竭。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内地持续通缩风险给盈利带来的压力，正面对持续结构性担忧，故在基准情形下将恒指明年中目标下调。而 MSCI 中国指数基本情况下最新预测为56点，之前为61。大摩指出，内地疲软经营状况对获利产生外溢效应。另外，大摩维持日本股票增持，因名义通货再膨胀和企业改革仍持续，为该行于6月时已将日本东证指数明年目标下调至3000点。摩根士丹利报告描述了中国正面临持续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盈利受到持续的通缩压力，大摩的中国股票策略团队进一步下调了目标。数据显示，恒生指数和 MSCI 中国指数的回报均为持平，分别下跌 3% 至17000点和56点。团队更倾向于持有 CSI 300的在岸敞口，上涨 4% 至3500点。团队看到中国疲软的经营状况已经影响到盈利，在过去2个月中，受中国影响最大的几家新兴市场公司表现比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落后了14个百分点。基于宏观担忧的重现和资金流动前景的不利，团队下调对中国市场在2024年6月的价格目标，全面下调了覆盖的中国股指目标 MSCI 中国指数、恒生指数、国企指数 CSI 300。此次调整反映了多方面市场动态的最新变化，包括基本面、资金流动与仓位、市场情绪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团队对2025年6月的新目标是 MSCI 中国指数为56点，恒生指数为17000点，国企指数为6000点， CSI 300为3500点。这些新目标表明，与这些指数当前的交易水平差异不大。截至2024年8月19日 MSCI 中国指数、恒生指数、国企指数和 CSI 300分别下跌 3%、3%、4%和上涨 4%。由于近来散户损失惨重，这条新闻迅速流传开，中国官媒愤怒地把大摩归为境外反动势力。房地产泡沫破裂重创了中国经济。最近，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房地产巨头万科的债务评级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凸显出这家国有开发商在面临现金紧缩和销售下滑时承受的压力日益加剧。彭博社报道，今年3月，穆迪万科的投资评级从 Baa3 下调至 B11 及非投资级别，4月又下调至 B3，此次则再下调一级至 B1。
据穆迪的评级解释，毕业级债务有一定的投机成分，信用风险较高 ；B 级债务则属于投机级别，信用风险高，违约风险更大。此次调整反映出穆迪预期万科的销售将进一步疲软，以及利润率持续承压。万科7月销售进一步下滑，合同销售金额同比下降 13% 至192亿元人民币，合同销售额环比下降 24%。标准普尔和惠誉也给予了万科垃圾级评级。彭博社指出，虽然万科获得了国内银行融资支持，在去杠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人们仍十分担忧其财务健康状况。一向被中国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可以代替房地产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新能源汽车也增长乏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的人工智能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除了在车里堆砌让人眼花缭乱的冰箱、沙发、大彩电，在先进的智能驾驶方面，其实中国的技术很落后。高性能芯片是智能汽车的核心，但目前国内芯片产业仍较为薄弱，对国外依赖度较高。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官方和国际机构的观点差异日益加大。尽管中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试图稳定市场，鼓励耐心资本和长期投资，但现实中的经济数据和国际评级机构的判断却显示出市场的深层次问题。摩根士丹利和穆迪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悲观预测，揭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乏力的背景下，市场信心持续低迷。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权衡风险与回报，避免盲目跟随官方的乐观预期。面对内外压力，只有切实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对中国经济形势有任何看法或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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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you Indian me fans, do you like me for okay, Indian me fans, do you like me band?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pretty band and me.